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日前表示，斯方正同台当局洽谈互设代表处事宜，相关言论涉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中方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国台办周三也回应称，民进党当局利用各种伎俩拉拢渗透有关国家政客，妄图倚靠外部势力谋独，难逃失败下场。近期，为了应对立陶宛表达后悔的言论，台湾民进党当局主动当冤大头，加大了金钱外交力度。此外，就连其仅剩不多的所谓友邦危地马拉寻求改善与美关系，每年90万美元游说费用也由台湾当局买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周二表示，台湾所谓的邦交国清零是早晚的事，搞台独、搞分裂，最终只会走向穷途末路。当地时间周一，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接受印度官方媒体全印电视台专访。在时长约30分钟的采访中，全印电视台主播频频抛出涉华议题，扬沙15次提到中国，就台湾问题、中立关系和中俄关系大放厥词。根据斯洛文尼亚政府发布的采访全文，印度全印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中不断提问有关中国的话题，明显有故意挑事之嫌。在回答是否会像立陶宛那样提升与台湾关系时，扬沙声称正在与台洽设交流代表处，但他也强调这不是大使馆级别的，他将与欧盟许多国家现在机构的水平相同。采访中，扬沙多次无端干涉中国内政，妄议中国的台海政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中方注意到斯洛文尼亚领导人公然发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台独的危险言论，我们对此深感震惊，强烈反对。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深圳卫视注意到，包括斯洛文尼亚媒体在内的欧洲媒体对扬沙访谈关注极少，但却引起台湾绿营媒体的自嗨，声称这是外事再突破。也有一些印度媒体报道此事，幸灾乐祸地声称斯洛文尼亚给予中国沉重一击。斯洛文尼亚近年来配合美国对华挑起事端。2020年，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欧，就选择在斯洛文尼亚发表反华和污蔑华为5G 技术的言论。去年9月，扬沙曾致函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指责中国驱逐立陶宛大使，称这影响了中欧整体关系，并呼吁各国团结起来，防止中国威胁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扬沙是一个欧洲亲台势力，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也是台湾当局这个长期经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斯洛文尼亚这个总理他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是为了在这种整个的欧洲亲台势力比较活跃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我们说争取政治曝光度，或者说谋求一些政治利益而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包括他也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立陶宛这事件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台湾当局长期经营，包括培植亲台势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有分析认为，在中立冲突的背景下，一些憋着在涉台问题上对华作梗使坏的政客和势力都在看风向。中国眼下应集中精力处理好立陶宛问题，让其成为一个特例而非先例。我觉得立陶宛事件，包括立陶宛当前这种骑虎难下，以及已经引发了中欧关系、中美在这个立陶宛事件当中的一个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都是给斯洛文尼亚敲响了一个警钟。斯洛文尼亚一些政客在涉华问题上蠢蠢欲动，但由于中方的反制，立陶宛各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华政策走错棋的严重后果。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阿尔莫奈特周一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立陶宛对中立关系带来的影响感到担忧，希望中立关系能够缓和。阿尔莫奈特说，立方担忧近期的事态发展并未促进立陶宛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外国投资者可能会改变在立投资计划。深圳卫视注意到，阿尔莫奈特口风快速转变。就在1周前，他还曾扬言，中立冲突使立陶宛有机会成为欧盟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实际上，阿尔莫奈特也是随大流。连日来，受中立关系影响，包括阿尔莫奈特在内的立陶宛当局高层纷纷改口。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本月初也表示，立陶宛政府决定让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开设驻立台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
立陶宛政府疯狂炒作对华议题，也导致多家本土企业苦不堪言。有立陶宛啤酒厂商疯狂暗示台湾消费者多买他们的啤酒。台湾媒体报道，立陶宛历史最悠久的啤酒厂沃夫斯去年秋天丧失所有中国大陆订单。总经理霍巴乔斯卡斯无奈声称，沃夫斯热爱自家产品和消费者，但爱必须是相互的。若来自台湾的爱更多，何不更投入于此？对此，有台湾网友自嘲说：“全世界似乎发现一个共同秘密，只要喊爱台湾，就有钱赚了。”也有网友嘲笑称，为了台湾这2个字，先收朗姆酒，再喝牛奶，再灌啤酒，专收破烂，这冤大头当得真窝囊。台湾媒体称，沃夫斯约7年前进入中国大陆市场，2020年销售量70万升，去年达到120万升，今年原定目标是200万升，也就是去年台湾市场销售量的10倍有余。但沃夫斯如今在大陆的前景未明。霍巴乔斯卡斯还提到，订单被中国大陆商家取消。他表示，去年被中国大陆伙伴告知，大陆网络和媒体上一片批评，立陶宛商品被市场抵制，零售业者不想进货。最后，沃夫斯啤酒于10月接获通知，到年底的订单全被取消。立陶宛农业部国际事务与出口行销部门主管凡库斯曾在接受台媒采访时坦诚，立陶宛自大陆进口原物料和设备也遭遇困难，受影响的包括高科技业。在此背景下，立陶宛政府尝试自救，施压台湾打开市场便是选项之一。但立陶宛企业对此并不乐观。早在去年9月份，立陶宛一乳制品加工商负责人就表示，台湾地区在市场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比。我们从经济体量上来看，无论是从台湾的这个经济体量，还是说台湾岛内的这个消费能力而言，它跟大陆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对于今后台湾当局继续以一种金钱的手段来进行拉拢和收买，其实这种是不长久的，也是反而会伤害岛内这种民众自身的利益的。蔡政府为了笼络感到后悔的立陶宛，开启了惯用的金钱外交模式，狂砸12亿美元成立投融资基金。但这显然只会让填充进这个无底洞的台湾纳税人的钱越来越多。近日，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想和拜登政府搞好关系，花90万美元1年的价格雇佣游说公司，但美联社曝光买单的竟然是蔡政府，雇佣的对象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巴拉德合伙公司总裁巴拉德。危地马拉政府则在一份声明中感谢蔡政府的支持，称此举能使我们加强在美国的定位。但是岛内舆论质疑，这对台湾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要台湾的纳税人花这笔冤枉钱？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直呼诧异，称自己任内没有出现过这种事，质疑是否花了这笔钱就能维持所谓的邦交。蔡英文呢，他其实为了巩固邦交，一直是采取的以美固邦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台湾当局所谓的这些邦交国，主要是分布在美国的传统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这是美国所谓的传统的这种战略后院。所以呢，他出这个钱去游说美国，其实也是为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在游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可以传达一些台湾当局的一些意见，来引起美国的重视。对于蔡政府花钱买所谓邦交的做法，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周二在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上就给这种缘木求鱼的行为下了论断。台湾邦交国亲邻是早晚的事。尼加拉瓜前不久和中国复交，这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代表国际正义和历史必然。所以搞台独、搞分裂，只会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向穷途末路，成为孤家寡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一句话在网上疯传，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清零是早晚的事，您是如何看？这句话呢，说出了一个现实，一种趋势，而且清零这个词呢特别形象，特别有力，所以呢成了网红语言，广泛的传播。这句话呢说出了一个现实，就是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的数量呢是呈递减状态。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后，与台当局断绝关系的呢就有8个国家，那么最新的呢就是尼加拉瓜。蔡英文2017年呢还去参加该国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现在呢与台湾有官方关系的只剩下14个国家，大都是拉美小国和太平洋岛国，
欧洲呢就剩下一个国中国梵蒂冈了，也在与这个中国呢在讨论建交的事。出现这样的现象，与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扩大有很大的关系。世界上呢，更多的国家比较准确地理解了一个中国原则，认识到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向中国政府靠拢。他们呢也知道呀，台当局以外谋独的危害，知道搞台独、搞分裂的民进党当局呢是越来越无路可走，所以呢回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中政策正道上。那么这句话呢还说出了一种趋势，就是中国呀实现国家统一的步率在加快，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和广度在加强，中国人民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凝聚力在提升，国家完全统一呢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呀，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国家统一了，台湾的所谓邦交国呢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台邦交国清零是迟早的事这句很给力的话。要说这句话蕴含的信号，我想呢就是中国呀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将会加快，统一的信念更加坚定。